嘿嘿，现在在我手上的这把键盘是过去1年多以来卖的最好的铝合金量产键盘 Reny 75与75，直到现在这应该是我第6把与75了。但是不一样的是，这次我们要开箱它齿轴的版本。这把键盘呢已经出了好一段时间。但是为什么我到现在才入手呢？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在外形上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。到手这把键盘之后，才发现这把键盘有一点点不一样。所以今天这部影片就让我们来体验开箱这把 Reny 75 RT。各位好，我是就是爱灰色的旧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这部影片。上一部介绍美加式齿轴键盘影片里，有观众留言说，开箱美加式键盘介绍齿轴是一种丢脸的事情，所以这次我就选择 Warp 工作室的 Reny 75 RT。不知道那位观众是不是就满意了呢？好啦，开玩笑的，其实我一点也不会在意。这次入手与75 RT 的版本，乍看之下跟之前机械轴的版本好像差别也不太大，特别是这个包装盒，连换都没换，只是换了一个贴纸，盒子上还是写着原本的 Mechanical Keyboard 机械轴，但是呢，当我把这把键盘拿来使用的时候，却带给我完全不一样的感受。首先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个表面阳极的处理。我前几个礼拜才开箱2把与75，跟之前的外壳质感比起来有明显的进步。我觉得呢，已经非常接近它的好兄弟 Crush 80的程度了。再来就是打字起来手感不太一样，就是因为它的前高比之前的版本矮了许多。之前前高加脚垫呢已经超过20毫米，但是这次 RT 的版本改变了整个键盘的结构，让前高完美的压在20毫米之内，所以因此打字起来更加的舒服省力。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，由原本隐藏式的内锁螺丝改成这种比较一般的螺丝结构，底部看起来没有之前这么简洁。其他整个键盘设计上几乎是大同小异的，一样是正面下雨的图案，以及背面的配重背板。虽然说看起来是一模一样，但是这个做工跟质感真的有非常明显跨越式的进步。其中我觉得最满意的地方就是它这个 PPT 双色注塑的键帽，我感觉在这个制服的细腻程度以及这个用料跟手感上，我觉得真的是进步了不少。整体的颜色是我非常喜欢的灰色，就是一个感觉比较温暖的颜色。这次我入手的是海外的版本，搭配是加达龙的池鱼 Pro 轴，是一个在声音手感都非常接近机械轴的还不错的轴体。我们现在就来感受一下这把与75 RT 的声音与手感表现吧。虽然说我玩的齿轴键盘真的也不多，但是我真的要说，这把键盘声音手感，我觉得跟机械轴基本上已经没什么太大的差异了。虽然受限于齿轴键盘本身手感会稍微硬一点，以及齿轴相对而言会比较散的因素，这把键盘的手感依然非常扎实，声音非常集中清脆，搭配全铝合金厚重的机身，甚至我好像还听出了一点无棉键盘的一点点的味道。虽然说按起来还是可以听到空腔音的感觉，但是我觉得只要是扎实的键盘，使用时在键盘下垫一个桌垫，就可以有效消除与桌面的共振。撇开齿轴额外功能性能不谈的话，单纯的打字也可以带给我身心非常愉悦的感受。看完这把键盘的外观之后，就让我们稍微对它进行一点拆解，看看这把键盘内部结构。之前是隐藏式的内锁螺丝，现在改外置的螺丝。对，虽然说外观上完整性稍微扣分了一点，但是事实上也比较好拆，不用拆轴拆键帽。在我拆我第1把与75的时候呢，用这个电动螺丝起子不小心造成了战损，这样的。现在呢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。卸下背面6个螺丝之后，就可以取下上盖了吧。真的比之前与75机械轴的版本，做工细节感觉都变得更加精致了。它卖这个接近2倍机械轴的版本，确实是有明显的升级。让我们来看一下底壳，一样是型材加工的方式，大部分齿轴都是单模有线，这个与75 RT 也不例外，所以完全没有电池，在变薄的情况下也保持它的重量。
拿在手上也是非常沉甸甸的。再来，让我们看看这宇75 RT 持轴的内胆，我这个比较低配的版本，配的是 FR4定位板，然后在 PCB 跟定位板中间有一个类 Poron 的夹心棉，还有这个同材质的轴座棉，然后就没有了。这个不是很软弹的细胶 Gasket， 声音手感不是当下比较流行软弹的麻将音。不过呢 ，Gasket 的目的本来就是要减少共振而已。在这个垫片、夹心棉以及底棉这个配合下，宇75 RT 的打字音呢也是非常集中好听，没有任何杂音。不过呢，由于持轴本身精度要求比较高，所以我今天就不继续拆下这个内胆了，因为你拆掉重装定位板以及 PCB 的距离可能会有所变化。虽然这个键盘可以自动内部校正，不过呢，避免麻烦，加上这个键盘也没有什么改造的空间，就让我们把它组回去吧。开始。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把键盘，来自沃普工作室的宇75 RT。其实，在拿到这把键盘以前，我以为它只是宇75换内胆的持轴版本，但到了之后呢，我使用起来完完全全是不同的一把键盘。除了外观它看起来像是它的兄弟之外，更好的质感做工，更低的键盘前高，配上实实在在升级的 PPT 双色输出键帽，搭配这个广为大家好评的加达龙的齿域 Pro， 这个手感、这声音，除了适合拿来打游戏之外，但是拿来打字办公，我觉得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至少我很乐意把它当成一般的机械键盘来使用。除了它价格比一般机械轴贵了一些之外，以及之前太常缺货，其他部分真的也没什么好抱怨的。毕竟它的持轴方案选用的是 ISO， 也是属于 Tier 1的功能水准。所以对于这把键盘，我的评价是，你可以把它当做宇75的 Pro 版本，完全不一样的声音手感表现。但是不管在功能、持轴、性能上，搭配这样轴体键盘跟做工，就是我期待已久的宇75迭代版本。这把键盘真的超乎我之前对它的想象。其实说老实话，这把键盘我昨天才到手，我原本是没有想把它拍成影片的，是因为我其实已经停课很久了，想再多休息一下。但是我一入手这把宇75 RT， 真的是让我惊艳到了，所以今天就迫不及待想来跟大家分享。这让我发现到，我并不是腻了累了想退坑，只是最近呢一直都没有让我可以耳目一新的键盘，直到让我再次的遇见它，声音、手感、外形都是我喜欢的，就如同毛利小五郎叔叔说过的，灰色看上去就是感觉比较温暖。刚好这几天寒流又肆虐台湾了，这边还是提醒大家注意保暖。我是就是爱灰色的Joe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